浴桶内热气腾腾，修长纤细的手臂挂在桶壁上摇晃着酒坛子，不知是这泛红的肌肤是被热气蒸的还是酒意酣的。窗外飘起细雨，有些雨滴被风吹入屋内，洒在魏无羡脸上，让魏无羡原有些迷糊的意识稍稍清醒过来，晃晃手中的酒瓶，还剩下一口，抬手饮尽后，魏无羡靠在木桶上，心想今晚蓝忘机会过来吗？也许不会吧。韩光君这么君子，既然答应睡隔间，自然不会食言。但是一想到蓝忘机就在自己一墙之隔外，魏无羡又心痒难耐。早知道就换个惩罚了。魏无羡从水中探出头，发现窗前站着一个白色的身影。谁？这可是净室，还能有谁敢在夷陵老祖沐浴的时候过来？窗前立着一位清冷俊俏的郎君，为撑伞，所以袖长的墨发被细雨打湿成一缕一缕，几滴雨珠从他额上滑落到下巴，将低又未掉的模样，真是又可怜又好看呀。魏无羡咽了咽口水，正要开口，来者倒是先开口了。山雨来得突然，学生未带伞，望借宿一晚。这话可真耳熟，不就是前几天魏无羡看的狐狸精的话本吗？魏无羡转了转眼珠，沉吟片刻道：我可是狐狸精，郎君不怕我吃了你？郎君抿抿唇，轻声道：不怕。魏无羡又道：可是这借宿也不是白借的，我这里的费用可不一般呀。郎君表示1000金一晚，好有钱。魏无羡撇撇嘴道：我才不要什么金亚银的。郎君问道：那你想要什么？魏无羡背靠着木桶，双臂搭在桶沿上，水珠顺着细白的脖颈流下，他挑起眉，似笑非笑地说：这天凉了，我想要郎君的身子来给我暖暖。郎君看着眼前的美景，眸色渐暗，阴哑着声道：可蓝忘机，我是让你进来暖被窝的，谁让你？魏婴，这样不暖吗？暖，够了，蓝湛，我不要了。蓝湛，你这书生有问题。为何？哪有书生能治得住妖精的？天生神力的书生。你，明日你做书生，天生神力的书生吗？那你呢？专抢书生的黑山老妖。蓝忘机，你再也不许看我的话本了。床也暖好了，你出去吧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